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百花杀权谋与爱欲交织的古偶标杆，孟子义何宇先锋批美学狂潮。2025年的古装剧市场注定被一场血色花式点燃。改编自景皇小说《我花开后百花杀》的百花杀，以清醒复仇郡主与短命病娇太子的双强设定，未播先火。这部剧不仅凭借孟子义与何宇的三搭宿命引爆 CP 狂欢，更以权谋与美学的极致融合，试图重塑古偶剧的叙事逻辑。疯批美学 2.0， 红衣战袍与黑莲花太子的视觉暴击。从路透物料来看，百花杀的视觉冲击堪称暴力美学。孟子义饰演的沈西河，一袭红衣战袍配战损装，将疯批美人的冷艳与破碎感演绎到极致。战国袍的凌厉剪影与西北荒漠的背景形成强烈对冲，仿佛带刺玫瑰于权谋沙场中绽放。而何宇饰演的萧华庸，则以苍白并容与暗藏锋芒的眼神，颠覆传统太子形象。红衣喜服策马的画面，完美复刻小说中鲜衣怒马少年郎的意象，却又在眉宇间透出黑莲花的阴鸷算计。导演钟青代表作《花间令》对东方美学的把控力，在剧中进一步升级。从复刻莫高窟飞天的异域场景，到以百花蜜数位媒介的花语权谋，每一帧画面都暗藏隐喻。例如沈西河的吊香场景，香料烟雾化作血色藤蔓，暗示其以温柔表象织就复仇罗网。权谋叙事突围，从恋爱脑到执棋者的进化。与以往古偶剧爱情至上的套路不同，百花杀将权谋博弈推向核心。沈西河作为重生归来的灭门孤女，以百花蜜数位刃，既要在朝堂中搅动风云，又需隐藏身份与太子萧华庸周旋。两人从相互利用到灵魂共鸣的过程，被网友戏称为双 A 狼人杀。表面是病弱太子攻略冷情郡主，实则是两位执棋者的巅峰对决。剧中台词更是金句频出，天家儿郎，任我挑选，彰显女性主动权；而百花杀尽，唯我独活，则暗合权谋世界的生存法则。这种强抢对抗的叙事，与《琅琊榜》的权谋深度、《甄嬛传》的生存哲学形成跨时空呼应。CP 玄学再升级，孟子义何宇的三搭宿命论。孟子义与何宇的搭档，堪称内娱 CP 玄学的典型案例。两人此前在金庸武侠世界中饰演梅超风与陈玄风，美学拉满，却因剧集停播夭折。九重子中虽未同框，却因时空交错让 CP 焚脑补出虐恋宇宙。此次百花杀官宣，被粉丝视为亡命鸳鸯的转世重逢。路透中何宇搂腰转圈，孟子义挑眉挑衅的画面，直接将宿命感拉满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两人戏外互动亦暗流涌动。从直播中谈及前作时的遗憾落泪，到片场即兴演绎的体型差对视，现实与剧情的互文让观众直呼真假难辨。这种戏内双强，戏外拉扯的营销策略，精准击中当下观众对沉浸式课堂的需求。古偶工业化启示，资本博弈下的创作突围。百花杀的诞生背后，亦折射出古偶赛道的变革。制作方腾讯视频与耀客传媒选择以强剧情加高概念破局，剧中融合植物操控术、毒术博弈等奇幻元素，试图打造权谋版神奇动物在哪里。即便经历换角风波，原定男主丁禹兮被替换为何宇，剧组仍通过精准选角与服化道投入，将争议转化为期待值。此外，该剧对女性成长的刻画颇具野心。沈西河并非传统爽文女主，她在复仇与家国大义间的挣扎，甚至对萧华庸亦敌亦友的情感矛盾，均展现出复杂人性。这种去标签化的角色塑造，或将成为古偶剧突破同质化的关键。百花杀的野心不仅在于打造一部爆款剧，
更试图以美学与叙事的双重革新，重新定义古偶赛道。当疯批美人遇上黑莲花太子，当权谋博弈碰撞宿命爱恋，这场血色花式或将掀起观众对古装剧的又一次狂热。正如网友所言，这不是课堂，是刻一种高级的、带血的浪漫。